那个前几天我过生日了，我31了。对，我知道你们要说啥，别吱声。我31，正好我在这里问问大家，就你们收着过的就最让你闹心的礼物是啥？我大胖媳妇的脑袋是一个千年难遇的僵硬老直男，他那个脑袋直到什么程度呢？我跟你说，你把他脑袋撬开，里边的脑回路出口都带收费站的，可走 ETC 属于。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年过生日之前，他就贼眉鼠眼的，天天背着我，又比照又看订单的，跟我说我自己都为我自己想到的礼物感到自豪。你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，每天做家务又做饭，我最心疼你的地方，我自己补偿不了，就得用它了。我一听这话说的挺跋扈啊！你说我面前的这个人，头发17根，16根泛白，上厕所朝右还跪下起不来，难不成今天他要变身我的霸道大总裁？结果那年我过生日那天，就是期待一天，下班总算回家了，一回家屋里放一大箱子，老大了，哎呀，包装的可好看了，我当时这个兴奋呢，一打开，锃亮一口锅。我说你不说你最心疼我的地方你补偿不了，就用它来补偿吗？他是怎么补偿的呢？我老公说，那个我最心疼你的地方就是你得天天咔哧这个锅，咱家这锅嘎巴锅，然后老亢奋了跟我学说，这我给你买这锅老不粘了，我天天上商场看做实验做好几回了，就现场给你崩爆米花，不加油崩爆米花，崩完那锅哈蘸亮，就剩下点那个爆米灰，一吹没了。你说这总听说别人家老公就天天就赚钱理财投资商务社交，我老公怎么天天上商场看人家崩爆米花去？我当时就想，你是不知道我小时候看的崩爆米花是咋崩的，那属于军工领域的，地上直接做个炮兵，就上火药属于。你就看那炮兵往地上一坐哈，就脸崩黢黑，咣咣一顿摇，每10分钟左右吧，大喝一句崩爆米花，然后就咣一声，一条街狗都疯了。当时给我气的，我当时寻思，我咋没让那苞米炮兵给他给崩了呢？就还一崩就剩点灰，一吹就没了，就用那个都不剩灰。然后他还一点看不出来我生气，还问我呢，媳妇儿，你说这礼物好不？哎，要不你晚上做点嘎巴锅的菜咱试试？媳妇儿，你会做拔丝地瓜不？媳妇儿，拔丝地瓜不？媳妇儿，哎，那是我第一次懂得了东北妈妈那句经典反问。我看你像拔丝地瓜，你看我像拔丝地瓜不？我让你拔，我让你拔丝，你跟地瓜过去吧，你管地瓜叫妈。然后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他这礼物送的有啥毛病，很委屈。然后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我收着的最憋屈的礼物，结果今年有人赶超了。今年过生日那天我拔智齿去了，拔完一嘴血，咬个破棉花，就是给我疼够呛。这时候来了一条短信，彩玲姐祝你生日快乐，我是某某某电视台编导缺心眼儿啊，我们全组的人都特别喜欢你，正好送你一个小礼物，我们正在精心策划一档节目，然后觉得就是简直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，现在我把这个节目的策划案给你发过去，你看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几秒钟之后，手机叮一声传来我来自电视台的小礼物，上边4个大字：女人40，女人40。你都看了我是哪天的生日，你为啥不看一下我是哪年的呢？为什么女人40要来找我呀？为什么呀？你要真觉得我像40，你为啥不送点我可以改善我这张就是略显风尘的脸的东西，然后邀请我去就是女孩20呢？但是抗初老的东西不要瞎买，你要看它有没有有效的成分。我跟你说，以前我在英国就想打工，我想去科研室打工，我以为卖化妆品这活老容易了，随便说呗，就是这个润肤那个补水就行了呢。但是他家不行，因为我面试的时候没背下来，他家每个东西是什么成分，就什么和什么成分可以管什么事儿，没背下来，给我拒绝了，没要我，真的。但后来我知道他家就是开药房起家的嘛，他们家产品在乎的就是成分。就他家那高保湿面霜是不是谁用谁都说好使？抗初老需要的东西是啥？真 A 醇、烟酰胺、弹力多肽，这些是管你褶子的东西。但如果就是管褶子就抗衰抗狠了，这边褶子还没抚平呢，先给脸皮整疯了，天天过敏泛红冒痘啥的也不行，还得有神经酰胺、心肤仪、透明质酸这些成分给肌肤维稳。所以科研世家的 A 醇让你很快看到淡化纹路的效果，抬头纹、川字纹、鱼尾纹、法令纹、木偶纹、颈纹，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睁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科研室是否依然能把6种大褶子抚平。顺便问问你们过生日的时候，你们的男朋友或者老公送没送过让你很闹心的礼物？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 ETC 脑回路患者？哎，你们知道不？婚纱照这个事儿属于国粹，在国外是没有的。我和我老公当年结婚，虽然是在铁岭，也没照结婚照，因为在外国人的文化中，新郎必须得等到婚礼上才能看到新娘穿婚纱，如果在婚礼前看到了，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儿。而婚纱照肯定不能穿秋裤照，所以当时就没照。所以国外的结婚照呢，它就不是摆拍，是婚礼现场找摄影师抓拍，那这玩意儿风险就特别大。比如我婆婆的婚礼，婚礼上我公公喝多，跳舞时候把门牙磕掉了，一共就留下4张结婚照，1张有牙，1张没牙，2张满地找牙，导致这个婚纱照的美感呢断崖式下降。所以他们这种拍法风险就很大嘛。咱们的结婚照没照好可以删了重拍，他们的结婚照没照好
那只能离了纯洁，离了纯洁。所以呀，这婚纱照它属于国粹。那你知道国粹中的国粹是啥？是古装婚纱照。我和大胖媳妇今天结婚7周年了。那结婚之前你说不拍，他说不吉利，那都7年了，都刺挠成啥样了，总可以拍了吧？还能不吉利到哪去呢？所以今天去补拍的嘛。结果一到照相馆，我老公对婚纱照毫无兴趣，就要上古装。他说他在中国一直有一个古装穿越梦。我说哎，那你们加拿大就没有专门照古装照的地方吗？他说我们建国一共150多年，我们的古人还健在呢，我姥爷应该就属于古人了。我在加拿大都属于中古。你看人家墙上我姥爷的照片，那就是我们的古装照，除了裤腰带、提头发就我没有什么区别。哪有你们的古装照这么酷炫？所以他就是要拼古装，上来就挑了一套瞅着最贵的衣服，披上就问我，哎，有没有霸王别姬的感觉？我说霸王别姬有，但是你不像霸王，说出来呀都不好意思。你能看出来吗？人家摄影师本来给俺俩设计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，但是我家宝玉太胖了，肺部那个宝玉服呢，正着穿胸毛太碎，反着穿全裸后背。天上掉下个林妹妹，地上坐着个杨飞。人家照相馆一共10多套古装，就没有一套能完整的全套穿衣。别人混搭的是色彩，他混搭的是朝代。最后他是头顶着安禄山的帽子，脚踩着贾宝玉的鞋，系着狄仁杰的腰带，打着苏培盛的结，里面是梁山伯的衬裤，还印着祝英台的蝴蝶。我女儿问我爸这套行头是哪个朝代哪一年？我说你爸这身行头上下5000年。我女儿说我的爸爸像发现新大陆的外来使节，当古代外宾的。我说你的爸爸更像是波斯圣宫的闭眼侍妾，用来进贡和亲。他这一个人乱了，我们都没法搭他，最后都是瞎穿。我像林黛玉的丫鬟宝娟，我女儿像民国冷清秋，我儿子像弼马温。别人家金婚照才能达到的效果，俺家今天就完成了，一个照片4代同堂。哎，这圣诞不是刚过去吗？马上迎来下个月我们中国的春节，这是东西方2个最盛大的节日。然后我就对大胖媳妇进行了一个小采访，让她聊一聊圣诞文化和春节文化在她心中的小 PK。首先聊一下她更喜欢春节的地方。首先就是她非常迷恋中国的烟火文化，她非常震惊，在中国放烟花，普通老百姓居然自己就能放。咱们可能觉得没啥，但在国外，他们如果想看烟花一般都是到市中心，就景点类的地方，看那种大公司赞助的就盛大的烟火表演，那玩意儿又整老贵了，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买的。所以你看到的不是高耸入云的烟火，而是无法触及的资本。所以9年前，应该9年前，他第一次来中国过春节，来铁岭，给他吓坏了。我爸搬来一个100发的大礼炮，他以为我爸是铁岭爆破局的呢，就挪用公炮了。后来发现那100炮就只是个开端。第二天，我老姑父又搬来一个300发的，我舅爷又搬来俩。为啥？他家导弹军火就这发数，都够女王登基的了，话音未落，对面楼连放4个烟花，还是带字的“财源滚滚”。他特地跑一边去看去了，因为我放财源的时候，吓得把眼睛闭上了，眼睛一睁，滚滚。他说：“你说这瞅瞅，眼睛一闭一睁，尊严就没了。”第二点，他喜欢春节的配色，他们圣诞节的配色呢是红和绿。本来吧，从小长大，他也不觉得这俩色有什么毛病。但随着他后来在中国待的时间变长，对很多文化有一些了解之后，很多事就变了。比如去年圣诞节，他在温哥华，我在北京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妈就给每个人发帽子，就给他发个绿的。他说：“我当时吧，也不是不能戴，但就觉得哪里不对。我们遥望着大洋彼岸哈，别人看到的都是波澜如此平静，我就看到一朵翻墙的红线，但我又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。”他说这点还是春节好，不玩撞色。就是红，穿身都是红的，里边是红的，不穿的红裤衩的，这个有吗？这是我的我说的太长了。让他最爱不释手的当属搓澡。实话实说，他第一次来铁岭搓澡是给吓跑了，但是后来慢慢就习惯了。有些事一旦养成无法倒退，以至于回到加拿大非常不适应。有一次在温哥华过中国春节，没有搓澡的地方，早上在家冲了个澡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心里可不得劲儿了，就觉得自己那个年过得特别脏。”这是他觉得春节的加分项。当然了，他对春节也有自己要吐槽的点。首先，他不能理解铁岭妈妈们的烫头文化。他说：“我就没有见过铁岭城那么团结过。平时各有各的发型，各有各的 fashion。30的头一天，一夜之间头型整齐划一，所有东北重点的女性都烫成了油油亮亮的小卷，穿着是清一色的羊毛衫。这个区域不是小钻就是亮片，我本来就分不清就该管谁叫啥，就靠头型记呢。统一度量衡了。最后一点就是他不适应春节走亲访友时候大家的寒暄方式。他说就每次我一进屋，肯定是哎呀妈，这小子你咋胖这样的？这头发没剩几根了。而且我胖吧，他说我胖。你不胖吧，他说你瘦。在中国长辈的眼里，就没有一个身材匀称的人。你就没听说谁一进屋，哎呀妈，这姑娘长得匀匀称称，正正好好。不可能，非胖即瘦，他们的眼睛就是尺。他说我这一点真是不太适应啊。我们圣诞节一见面，那打招呼就是Oh, you look beautiful。哪怕这人真说今年哎妈缺个眼睛，那也不能说呀。说实话就如果我3年没回加拿大，我回家一进屋发现我妈400斤了，那我也是啥也不会说的。她400斤她自己不知道吗？但是过年咱去你家那串门，哎呀妈，瞅这大脸这肚子，你吃多少呢？这咋整的？脑袋长样啊？去年还能有47根，那今年能25根啊？他说你说你奶1.51米小个，怎么老是说头发呢？大过年的来都来了，